在连年的寒冬肆虐下，中国楼市给人的希望仅存于一线生机，被称为小阳春的传统旺季。然而，最新房地产数据的出炉，无情地扫尽了这最后一丝虚火。克尔瑞研究院发布的3月份数据无疑掷地有声，百强房企销售金额同比暴跌 45.8%， 仅为去年同期水平的一半有余，一季度累计同比更是腰斩，狂跌 47.5%。全中国10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市场的均价为14756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 0.88%， 同比狂泻 5.5%， 跌幅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进一步扩大。环比跌幅较上月扩大 0.43个百分点，同比跌幅则比上月增加了 0.75个百分点。置身于当下的房地产寒冬，谁也难以判断这场暴雨到底会持续多久。事实上，二手房价格的持续大幅走低已经突破了多数人的悲观预期。去年12月和今年1、2月份，二手房价的环比跌幅虽有所收窄，但进入3月后又重拾恐怖的下行之势，环比跌幅明显扩大。这或许源于部分业主对所谓楼市小阳春的幻想和噤若寒蝉的楼市表现之间的矛盾对比。他们伺机逢高出脱，主动抛售房产，导致价格进一步被压低。然而，事与愿违的结果无疑会让这些业主后悔不迭。分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环比下跌 1.09%， 同比下降 2.74%。二手房价已经连续5个月在下滑，二线城市环比下跌 1.11%， 同比暴跌 6.84%， 更是连续13个月在下行。3、4线城市环比下跌 0.44%， 同比下跌 4.77%， 房价下滑达24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二线城市成为了跌势最凶的重灾区。去年为了刺激需求，不少二线城市已经彻底取消了限购限售政策，有的甚至连户口政策都放开了。然而这些利好早已溃不成军，利空影响愈演愈烈，导致市场信心荡然无存，抛售潮接踵而至。毫无疑问，3、4线已经成为房地产的绝地，连所谓的房地产市场都已不复存在。相较之下，1、2线城市房价较高，抗跌能力更强一些，但也无法独善其身。面对房价的滚滚下行大潮，多数购房者无疑陷入了两难困境，是买进去以后继续蚀本，还是望房兴叹继续观望？现在连定价权都掌握不住，想要逆袭楼市实在是燃眉之急。新房市场表现同样糟糕透顶。克尔瑞数据显示，3月份百强房企销量同比暴跌 45.8%， 仅为去年同期水平的一半左右。一季度累计销售金额同比更是狂砍 47.5%， 堪称开门黑。较之2021年房地产销售巅峰时期，今年一季度销量仅为其1/3左右，遭腰斩又斩脚踝。如此低迷的成绩单，让人不得不怀疑传统的楼市小阳春是否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一些地方的政策利好未能对症下药，无法遏制楼市的持续滑坡。值得庆幸的是，3月新房均价出现小幅上涨。中指验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为16311元每平米，环比上涨 0.27%， 同比增长 0.82%。然而，这一表面景象并非行情好转的信号，而是由于高价改善盘入市所致。由于近年土地市场遇冷、拿地重心转移等因素，2024年主城区和核心地段新盘将大量入市，推高整体均价。前不久，厦门、宁波、苏州等地的地王现象就印证了这一趋势。然而，新房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性价比提升，也为同期二手房价格持续走低。换句话说，置业人群面临的实际购房压力未见丝毫减轻。面对悲观的市场现状，各地频频祭出大礼包来托市，比如利率下调、购房补贴、以旧换新、放宽落户等。不过，
这些政策的作用并不会持久，充其量只是为冷淡的交易链条火上浇油。血仍需新鲜血液，问题是现状下刚需群体根本难以承担起接盘的重任。而中产阶层由于近年各行业开打大裁员模式，普遍实行极限压薪，收入和消费预期也都大打折扣，因此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根本复苏，任重而道远。事实上，多方机构和政府部门已经直言，房地产供需关系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当前的债务危机也无疑加剧了市场的萎缩和冻结。实现房地产的真正企稳，不仅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持，还需要社会保障政策不断加强，以提振居民信心。此外，经济运行也至关重要。前不久公布的3月制造业 PMI 重回荣枯线以上区间，成为市场上为数不多的一缕曙光。不过，如此单薄的经济数据难以承担起驱散阴霾的重任。我们不禁会问，房价是否已经彻底跌出了天际，还是会在某个时间节点触底反弹？很遗憾，目前暂时还看不到任何扭转颓势的希望。从先行指标数据来看，大面积交投萎缩和信心危机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更让人忧心的是，如果政策收紧货币供给并保守起来，资金支援一旦干涸，房地产业很可能陷入死循环。届时，价格进一步暴跌，开发商债务违约潮和大规模裁员都将迫在眉睫。这简直就是一场无法阻挡的滚雪球效应，将整个房地产行业拖入万丈深渊。让我们展望一下，如果政府日后不得不大幅收紧货币政策，资金链生生断裂，房企的运营将陷入癫狂困境。一旦大型开发商陷入流动性危机，无力为继，上下游数千家中小企业也将应声倒下，整个行业岌岌可危。我们难以想象，当大批房企集中爆发债务危机，将会引发多么壮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到那时，停工潮、逾期潮、拖欠工资潮蔓延开来，会让整个房地产产业链陷入瘫痪，上百万务工人员或将饱受其殃。更可怕的是，雪上加霜的失业潮也将在所难免。曾几何时，万千白领无比骄傲地站在社会的顶层，而如今却将一夜之间沦为弃子，被迫重新就业。人才遭到如此严重流失和白白浪费，对国家而言也是一个巨大损失。购房者和房奴群体同样将承受巨大冲击。紧咬不放的房价下跌将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财富，现金流陷入断崖式下跌，奋斗多年积累的全部家当或将付之一炬。届时难以想象他们将遭受何等精神和经济上的重创。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房地产步入死循环，上百万购房者或将背上终生难以偿还的高利贷。他们苦心经营多年，原本是为了一己之家园，却将被卷入这场泥沼，难以自拔。如此种种，不啻是一场超级大萧条重演。而作为衍生品，更高端的豪宅市场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那些曾经被豪奢无上、掌管金字塔尖端权力的资产阶层，他们也将尝尽痛苦的代价。大幕渐渐落下，昔日辉煌的房地产泡沫终于戳破，残酷的现实迎面扑来。无论曾身居何等高位，都难逃此劫。一切梦幻般的繁华都将化为乌有。